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想和大家说一个很生活向的话题，那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标准，怎么定义的，并且我会在视频的后半段向大家公开我和老麦在纽约1年的生活总开销，让大家看一看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的夫妻在美国生活，在美国纽约生活1年大概一共要花多少钱。那如果对这些事情好奇感兴趣的朋友呢，请不要走开，一定要看到最后。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和标准。那这个中产阶级的概念呢，本身就是很早的时候从美国这边流行起来的。它大概呢就是指全美的中间的50%，那高于中产的上层阶级呢有20%，那低于中产的低收入阶级呢也有30%。那要强调的是呢，其实中产阶级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划分方式的。咱们今天先来看照按家庭年收入这个划分，也就是说不考虑你的目前的什么个人资产负债的情况，也不考虑你是不是除了美元收入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外汇收入还有一些现金交易这些事情就没有办法全部都追溯清楚了这个数据的来源呢是美国的税务局 IRS， 它就是通过每一年呢全美的所有人报税之后的这个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咱们现在看的呢是2018年的这个中产阶级的标准。那首先解释一下household 的意思呢是全家的总人口。比如你家里如果是一对夫妻带2个孩子，那即使你的孩子没收入呢，你也是按照4口人的这个家庭来算总收入。那咱们就按上限来看吧，如果是一家3口，家里全年的收入超过13.5万美金，就算是比中产还要好。如果是一家4口的话，这个中产家庭年收入的最高呢是15.6万美金。也就是说，如果夫妻2个人都有工作的话，相当于一个人年薪在8万左右就可以跨越中产了。看到这里呢，肯定有人要说，那国内还分1线、2线、3线城市呢？在美国也不是说全美所有城市的人生活标准都一样那纽约、三藩这种地方，高收入自然花费也更高。这话呢说的没错，所以呢，纽约时报就按照 purchasing power， 也就是购买力来进行过估算，来看看和全美的这个收入相比，住在纽约，尤其是纽约市里的人，他们到底要挣到多少钱才能够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那答案呢就是8.8万到25.5万美金。可以看到这基本是全美平均的这个线的2倍左右了。当然了，它这里也没有详细的说到底是说一家几口它只是一个估算。可想而知呢，三藩这些西海岸的城市呢也差不多。那不知道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这个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有什么感想呢？都欢迎给我留言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告诉我。如果觉得我现在讲的还不错呢，欢迎给我点个赞。是第一次来我们频道的朋友，那你就不要错过了，快点关注我们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看看我和老麦2个人在纽约真实的生活开销。为了准备这期视频呢，我仔细查了我们2个人2020年从1月直到10月6号，也就是10月第1周以来所有的信用卡的账单，然后把所有的开销全部都仔细的整理了，进行了分组归类。因为今年还没有过完，咱们就说这个开销代表的是9个月吧，也就是全年的3/4的开销，最后可以做一下估算。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为了这期视频真的很用心呢？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我主要呢分了几大类，像生活费呢，主要就是指超市买菜、出去吃饭、叫外卖这些都算上。购物里面呢，除了衣服、鞋子，还有比如说护肤品、化妆品、家具、家电更新。那车呢，主要就是保险、加油、保养等等。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其实我觉得置装费是减少了很多的，因为不用出门上班，上半年呢疫情又很紧张，也没有那么多心情买。
然后像我们俩今年呢，中间还搬了一次家，所以产生了一些额外的费用，这个我算在这个其他的1000多块里面了，毕竟也不是每年都搬家。而且旅游呢，其实也是一个减少了很多的类目。我们这个就是年初在美国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境内去别的地方玩了不到2周吧。今年都没有机会回国，像往常如果2人回国一趟，机票啊、购物啊也要3-5千美金。就算如此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开销里面最大的这一块就是房租了。那其实呢，我们2个还是挺节俭的人，就是我们并不是住在纽约城里的，我们居住的位置呢，进纽约城上班，大概每天还要坐30到40分钟的地铁。那我们这个房租呢是2500美金一个月，其实和我们的同事朋友们相比，我们应该是算是最低的那一类人了。大部分的人呢，房租都会在3000美金往上，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4000-5000美金。如果他们租的离纽约市里又近啊，然后又是比如2室1厅之类的，像我们住的就是个1室1厅的房子。那在生活费这类里呢，我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个比较细分的数字，因为我这是差不多9个月的生活费嘛，那基本就是1个月1000美金。在我们的细分项目里可以看到啊，超市买菜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而且就我所知呢，我的这项开销其实也算是高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啊，很多人是不怎么做饭的，主要就是吃外卖、吃公司的餐厅等等，因为有的大公司餐厅呢也有补助，可能比较便宜吧。而且有很多其实带孩子的家庭呢，一家老小1个月买菜的钱也就是在1000美金左右。我个人吃东西呢，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肉蛋奶我只吃有机的，那蔬菜水果呢可能没有这么挑剔，但是就是肯定是吃新鲜啊、应季的，就也不会太贵。总体来说呢，我的原则就是吃上面是绝对不省钱，基本就是超市自由，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呢，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外出的就餐以及社交性的聚餐还是减少了很多的。不然的话呢，以纽约的物价来讲啊，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平均1个人50美金、60美金左右是非常正常的。咱们就是说，如果2个人1周只参加1次社交性的聚餐的话，那一顿饭大概是100美金，1年有52周，那就是5200美金，和我现在的这个细分项目里的花费比呢，还是要有一段差距的。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现在9个月的花费大概在4万美金，那换算到全年呢，大概就是55000美金左右。像我前面说的旅游啊、出去聚餐啊这些项目的差别，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啊，我们的生活费可能还要再高1万美金，咱们就说是65000美金吧。那你换算到12个月的话，1个月平均大概是5000多美金，就是5300、5400、5500这个水平。这个可以维持在美国纽约一个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比较舒服的中产阶级的生活。那这5000多美金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年薪10万美金的人，扣除像国内一样五险一金啊，就是你在这边交完了退休金啊、保险啊、七七八八的税呀，最后一个年薪10万的人能够拿到手的税后收入就是这5000多美金了。所以如果你要是一个家庭里面，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我和老麦都是10万美金的年收入的话，基本就是一个人的收入就全花光，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呢还能攒下来。但是一旦你有了孩子的话，这个2个人的收入基本就是分分钟月光的节奏。那这个呢，我可以以后找机会再给大家讲一讲。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这个美国纽约的真实的生活开销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受呢？欢迎给我们积极的留言探讨。然后有什么对于在国外生活的问题呢，也欢迎告诉我们，我都会尽量能够回复私信和留言的。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拜拜。